他出生于一个乡下的贵族，这家世代都有魔剑士的基因，按理说他很有可能成为继承人，但无奈由于天赋的原因，这个位置便轮到了他的便宜姐姐。卓越的天赋是家族的自豪，在姐姐的光芒下，他完全像个路人甲。不过这也仅是表面上的。夜晚的男主和早上判若两人，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他才会卸下伪装。前世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影视强者，然后在暗中解决纷争。今世亦是如此。在轻松解决完盗贼后，男主当即就开始搜刮财宝。这时笼子的怪物让他来了兴趣，不人不鬼的同时却又是活着的生命体，并且身上的魔力波动也非比寻常。男主决定带回去实验，毕竟这样的素材可不多见。然而话是这样说没错，但没想到1个月后，怪物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，看到女孩就要醒来。虽然男主很意外，但表现出来却不符合幕后高手的身份。想到这里，他决定装个叉。在告诉女孩诅咒已经解除后，他拿起了这个世界的故事书，表示诅咒的原因是魔神迪亚波罗临死前下的诅咒，只要是英雄的后裔就会腐烂。但现在却有人歪曲历史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恶魔附身，导致后裔遭受了世人唾弃。说到这里，男主差点露馅，因为女孩想知道幕后黑手是谁。就在这时，桌上的瓶子给了他灵感，是迪亚波罗教团妄图复活魔神的一些家伙，而他们的使命便是在幕后阻止这个阴谋。从现在起，女孩名叫阿尔法，是他成立的暗影花园2把手。就这样，男主开始发展组织，表面看起来不露声色，实则背后的势力却在不断壮大。转眼就到了姐姐克莱亚15岁这一年，贵族到了这个年龄就要去魔剑士学园求学。然而就在启程的这天，没想到对方却突然失踪了。绑架犯很显然是个高手，克莱亚已经是家族里的佼佼者，却被一夜之间劫走，还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在家里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男主却依旧保持着冷静。此时正是暗影花园展现实力的机会。阿尔法不知不觉间已经给他收拢了6名部下。绑架犯的行踪瞒不过组织的情报，对方是迪亚波罗教团的干部级，绑架的原因则是怀疑克莱亚是英雄后裔。听到这个报告，男主很无奈，在他们眼里随便一个绑架犯也会演变成教团。不过他没有点破。画面来到某个地牢，此时的白毛很好奇，明明女孩已经被封魔锁链绑住，却还能迅速的躲开这一脚，看来对方是有个好爹。然而话音刚落就被克莱亚打断了，秃头父亲又能教他什么？而是自己愚蠢的弟弟。他每次都能从对方的剑技中学到东西，所以才会经常欺负男主。说到这里，白毛来了兴趣，女孩原本会成为腐烂的怪物，却不知为何诅咒被治好了。他觉得有必要调查下男主。此言一出，克莱亚忍不了了，随口一提，却没想到连累了弟弟。他打算与对方鱼死网破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白毛给一拳打晕。与此同时，手下传来了紧急情报，有人袭击了他们的老巢。话音刚落，来者便人头滚地。而等白毛出来时，他已经成了唯一的幸存者。暗影花园已经将他包围。听到一群人是为了摧毁迪亚波罗教团而来，白毛非常惊讶。不得不提男主还是个预言家，随口一编就能成真。白毛一开始还很自信，但很快他就发现了实力的悬殊。情急之下，他选择了嗑药，顿时实力比之前强大了好几倍。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，白毛的真实目的却是逃跑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迷路的男主突然看到了墙壁打开，没过一会就有个靓仔走了出来。看到挡路的只有一人，白毛起了杀心，然而却被男主用剑尖挡下。如此精准的手法让白毛有些吃惊，他还以为是巧合，可紧接着不论怎样进行攻击，没想到对方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躲避，甚至仅用手就挡下了他的剑，然后以看不见的速度被恩连斩。这种无力感他很久没有体验过了，真要说的话，也是刚会拿剑的时候，面对剑术老师的时候有过。想到这里，他果断将一瓶药都嗑掉，顿时无比强大的力量在体内升腾。然而得到的结果却还是一样，对方闲庭信步间就能躲避。只见男主轻轻一抬手，打断攻击的同时还散发出了庞大魔力，随后在白毛的震惊中一掌而下。这种魔力和他不是一个量级的。绑架犯就这样领了盒饭。被救下的克莱亚一开始还有些气愤，但第2天就恢复了以往的平静。当然他不知道是谁救了自己，一切好似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在众人的欢呼中前往了王都。虽然男主也想去，但以他目前的年龄却还需要2年。而也就在这时，シャドウ私たちはあなたの元を離れる時が来たわ。